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医师。今天我们不谈什么高深的医学理论，也不开那种苦得要命的中药方子。今天我们来聊点实际的，聊聊我们每天洗澡这件小事。这几十年来，我在诊间看过无数的长辈，很多时候我只要看一眼这个人的气色，闻一闻他身上的味道，我就大概知道他的身体哪里堵住了，哪里又虚了。在我们中医里讲究望闻问切，这闻字除了听声音，很重要的就是闻气味。很多60岁以后的长辈朋友身体硬朗，每天也都在洗澡，可是为什么还是会有一些莫名的毛病？比如总是觉得累，睡不好，心里头闷闷的，或者身上总有一股洗不掉的老人味。其实这往往是因为您在洗澡的时候忽略了身体上这5个最关键的部位。这5个部位在西医看来是细菌的藏身之所，在我们中医眼里，那更是经络气血运行的关键关卡。如果不把这几个关卡打通洗净，那您吃再多的人参燕窝，那补进去的气也走不到它该去的地方，反而会因为堵塞变成火气。今天我就结合我这几十年的临床经验，还有最新的医学研究，把这5个关于您健康甚至寿命的部位一个一个讲给您听。这堂课有点长，但我保证您听完之后，哪怕只照做了一半，您的身体感觉都会大不一样。我们先从最神秘也最容易被遗忘的第一个部位说起，那是我们的先天之本肚脐。很多人对肚脐的印象还停留在小时候，大人跟我们说肚脐不能抠，抠了会肚子痛，这话对不对？对一半。肚脐确实不能乱抠，因为这里的皮肤非常薄，而且直接连接到腹膜，抠破了确实会感染。但是不能抠不代表不能洗。事实上，肚脐是我们身体上最脏的地方之一。国外有一群科学家，大概是在2012年的时候，专门做了一个研究，叫肚脐里的丛林。他们找了一群志愿者去化验他们肚脐里的脏东西，结果吓坏了所有人。平均每个人的肚脐里竟然藏了2000多种不同的细菌。你没听错，是2000多种，不是2000个。这里面甚至还有一些原本应该生活在海洋里或者是特殊土壤里的细菌。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肚脐是凹进去的，它温暖潮湿，我们流的汗，皮肤掉的屑，衣服上的棉絮，全部都积在这里。这简直就是细菌最完美的培养皿。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看，肚脐更是不简单，我们叫它神阙穴。这个阙字就是宫殿大门的意思，这里是神气出入的门户，是我们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吸收营养气血的唯一通道，所以它是我们的先天之本。很多长辈朋友跟我抱怨说，陈医师啊，我怎么总是肚子胀气，吃点东西就不消化，或者手脚总是冰凉的。我常常会问他们，您的肚脐洗过没有？如果不清理神阙穴，那些常年累积的污垢，在中医里我们叫它晦气或者湿毒，这些湿毒堵在门口，您的脾胃之气怎么可能运转得顺畅？脾胃是后天之本，负责消化食物，生气血。神阙这个枢纽如果堵住了，脾胃的功能就会受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很多长辈明明没吃坏肚子，却总是肠胃不舒服，甚至感觉身体沉重，提不起劲的原因。但是清洗肚脐是有讲究的，千万不能像刷锅底那样用力去戳神阙穴这个地方，宜养不宜泄。您如果用力抠，就是把风邪引进肚子里，那就真的会肚子痛了。正确的方法是什么呢？我教大家一个以油溶油的方法。您可以在洗澡前拿根棉花棒，沾一点家里都有的麻油、橄榄油或者是凡士林、婴儿油都可以，轻轻地涂在肚脐里面，把那些黑黑硬硬的污垢软化一下，等个3-5分钟，让油渗透进去，然后再用沾了温水的棉花棒轻轻地画圈，把脏东西带出来。动作要轻，就像是在擦拭一件古董瓷器一样。洗完之后，最重要的一步来了，一定要擦干。台湾的天气湿气重，
如果肚脐里面有水，那就变成湿热下注，更容易长霉菌。所以一定要用干净的干棉花棒，把里面的水分吸干。您试着这样做1个礼拜，您可能会发现肚子那种胀胀的感觉消退了，口气也变清新了。这就是因为门户干净了，气血流通了。好，讲完肚子，我们往上走，来看看第2个部位。这个部位跟您的面子、社交还有听力都有关系，这就是耳后、耳朵后面那条沟。很多长辈朋友来找我，很委婉地问陈医师，为什么我的孙子好像不太爱跟我抱抱？是不是我身上有什么味道？这其实就是我们俗称的老人味。在医学上，这个味道有个专门的名字，叫加龄臭，主要是一种叫壬烯醛的物质造成的。随着我们年纪过了40岁、60岁，皮肤分泌的油脂成分会改变，这些油脂接触到空气氧化后，就会产生这种特殊的油耗味。而这种味道最喜欢躲在哪里？就是躲在耳朵后面，因为这里有很丰富的皮脂腺，而且我们脸洗得再干净，往往都会漏掉耳朵后面这条缝。这里又有头发遮着，通风不好，油脂、汗水加上细菌分解，那个味道就会越来越浓。但是清洁耳后不仅仅是为了解决味道，更重要的是为了您的肾气。中医讲肾开窍于耳，耳朵的健康直接反映了肾气的盛衰，而耳朵周围更是经络密布。有一条很重要的经络叫胆经，它是绕着耳朵走的，还有一条叫三焦经，也是经过耳朵周围。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就在耳垂后面的凹陷处，叫翳风穴。翳风是什么意思？就是帮您挡风的地方。老年人最怕什么？最怕风邪。风邪一吹，容易头痛、头晕，甚至颜面神经失调。如果耳后这里堆满了污垢、油脂，甚至因为长期潮湿长了湿疹，这就会形成一种湿热的阻碍。湿热阻碍了经络的运行，不仅会加重耳鸣、听力下降的问题，很多长辈朋友常见的眩晕、平衡感不好，也跟这里的气血不通有关系。有些老人家觉得自己头重脚轻，走路好像踩在棉花上，这其实都跟头部的气血循环受阻有关。所以我建议大家每天洗澡的时候，不要只顾着洗脸，把手指头伸到耳朵后面，用温热的毛巾或者手指腹仔细的搓揉耳后的皮肤。这里的皮肤很薄，搓的时候要有点耐心。在搓洗的同时，您可以顺便按摩一下那个翳风穴，按下去有点酸酸胀胀的感觉，那就对了。这不仅能把产生异味的油脂洗掉，还能提振耳部的阳气，帮助改善脑部的血液循环。对于那些戴助听器或者戴眼镜的老友，这一步更是不能省，因为镜脚和助听器会在那里反复摩擦，如果不干净，很容易引起皮肤发炎。把耳后洗干净，保持清爽，您会发现不仅孙子愿意亲近您了，您的头脑也会觉得清醒很多，耳朵也不会总是像塞了一团棉花似的。接下来第3个部位，我们往下走，来到胳肢窝，也就是腋下。说到腋下，大家第一反应就是狐臭或者流汗，但其实腋下的重要性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在西医解剖学里，腋下是人体上半身最大的淋巴结聚集地。淋巴是什么？那就是我们身体的垃圾回收站和防卫部队。身体里的毒素、废物都要通过淋巴系统运送出去。身体有细菌入侵，淋巴球也是在这里集结打仗。对于60岁以上的长辈来说，我们身体的代谢机能本来就在变慢，这个垃圾回收站的效率已经不如年轻时候了。如果您腋下的卫生没做好，皮肤表面的细菌大量繁殖，甚至发生毛囊炎，这就会给原本就已经负荷很重的淋巴系统增加额外的负担。而在中医里，腋下更有一个救命的穴位，叫极泉穴。这个穴位在哪里？就在您腋窝的正中间，那里摸进去是不是有一根筋在跳动？那就是极泉穴，它是心经的第1个穴位。大家知道，老年人最怕的就是心血管疾病，心慌、胸闷、气短，或者是晚上睡觉心神不宁，
这都跟心经的气血不通有关系。中医讲心主神明，心经如果不通畅，人就容易焦虑、忧郁，甚至出现认知功能的退化。腋下这个地方常年夹着，不见天日，容易气滞血瘀。很多长辈腋下总是感觉胀胀的，或者腋毛下面藏了很多污垢，这都会加重气滞的情况。所以清洗腋下，我们不能只是拿肥皂抹一下冲掉就算了，这应该是一个清洁加按摩的过程。我教大家一个手法，洗澡的时候涂上沐浴乳，手掌稍微用点力，从肋骨这边往腋下推，推到腋窝深处的时候，用大拇指按揉一下那个极泉穴，按到有一种酸麻感传到手指头，那是最好的。这个动作，一是可以把藏在皱褶里的细菌、汗垢洗干净；二是可以刺激极泉穴，帮助宽胸理气。经常这样清洗按摩，您会觉得胸口那种压大石头的感觉减轻了。对于常常觉得心悸、心慌的长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日常保养。而且腋下干净了，那个难闻的汗酸味没了，您出去跟老朋友聚会、运动，也会觉得更自在、更有自信。这对心理健康也是非常重要的。第四个部位比较私密，但也因为私密，很多长辈不好意思洗，或者因为弯腰不方便就随便洗洗，这就是腹股沟。我们台湾话常说的属膝部，属膝部是我们身体上一个非常特殊的交通枢纽，它是大腿和腹部连接的地方，这里有粗大的血管，神经通过，也有丰富的淋巴结。随着年纪大了，皮肤松弛了，肚子上的肉可能也多了一点，属膝部的皱褶就会变得特别深。台湾的气候又湿又热，如果您穿的内裤再稍微紧一点，这里就会形成一个高温高湿的环境。这在中医里叫什么？叫湿热下注。湿热这个东西最讨厌，它黏腻重浊，不容易去掉。属膝部如果长期处于这种湿热的状态，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长癣发痒，也就是所谓的骨癣，那种痒起来钻心的感觉，真的很折磨人，让人坐立难安，晚上也睡不好。更严重的是，这里有一条很重要的经络经过，那就是肝经。中医讲肝主筋，又讲肝经是绕阴气而行的。如果属膝部充满了湿热邪气，就会阻碍肝经的运行。这会导致什么后果？第一是行动能力的下降，很多长辈觉得大腿根部总是紧紧的、酸酸的，走路迈不开步子。这不一定是骨头的问题，很可能是这里的经络被湿热堵住了。研究也发现，属膝部有皮肤问题的老人，因为疼痛不适，活动量会减少40%。这一不动，肌肉就萎缩，骨质就流失，跌倒的风险就大大增加。第二，对于男性长辈来说，这里的湿热会影响攝護腺的健康；对于女性长辈，则容易引起反复的泌尿道感染。所以我们必须要认真对待这个部位的清洁。洗澡的时候，如果您站得不稳，一定要坐在防滑的洗澡椅上，把腿稍微张开，用手把皮肤的皱褶拨开，用温和的，最好是弱酸性的清洁液，仔细清洗里面的每一道缝隙。洗完之后，这里的干燥工作比哪里都重要，一定要用毛巾按压擦干，确保里面没有一点水汽。如果您比较胖，或者夏天容易流汗，擦干后可以铺一点天然的爽身粉，保持干爽，把属膝部照顾好，您会发现走路都轻快了，那种闷闷痒痒的烦恼没了，整个人都会觉得清爽很多。这不仅是卫生，更是维护您行动力和尊严的关键。最后，我们来到身体的最底端，也是第5个部位，双脚，特别是您的脚趾缝。俗话说，人老脚先衰，树枯根先结。脚是我们的根，在我们中医看来，脚底板上有一个大穴叫涌泉穴，它是肾经的起始点。肾是先天之本，涌泉就是肾气像泉水一样涌出来的地方。但是脚离心脏最远，血液循环最差，又整天闷在鞋子里，很多长辈的脚那是惨不忍睹。脚后跟厚厚的老茧
脚趾缝里白白的死皮，还有灰指甲。如果不仔细清洗脚趾缝，那些堆积的死皮和细菌、霉菌就会引起著名的香港脚。很多糖尿病的长辈最怕的就是这个，因为糖尿病患者的末梢神经感觉迟钝，脚趾缝烂了、破了都不知道。这时候细菌一旦长驱直入，就会引起蜂窝性组织炎，严重的时候甚至面临截肢的风险。即便没有糖尿病，脚部的后茧和死皮也会像一层厚厚的垫子，隔绝了脚底神经对地面的感觉。我们走路要稳，全靠脚底神经敏锐地感知地面的高低变化，然后传给大脑来调整平衡。如果这层感觉被死皮隔绝了，或者因为脚气痒得难受，您的平衡感就会大打折扣。这就是很多老人无缘无故跌倒的原因之一。所以我常跟我的病患说，洗脚是补肾的第一良方。每天洗澡的时候，不要只是拿莲蓬头冲一冲脚背，要把它当做一个仪式。如果您弯腰不方便，可以准备一个长柄的刷子，或者就在洗澡椅上坐，把脚抬起来，要一根一根的洗脚趾头，特别是小脚趾和第4根脚趾中间那个缝，那里最容易藏污纳垢。用手指或者海绵把里面的死皮搓干净。对于脚后跟的后茧，可以用浮石轻轻抹一抹，不要一次抹太狠，慢慢来。洗的同时，用大拇指用力按一按脚心的涌泉穴，这不仅能引火归元，把上半身的虚火引下来，改善失眠、高血压，还能刺激肾经，让您的脚步更有力。洗完澡后，同样的，一定要把脚趾缝擦得干干净净。您可以拿张卫生纸夹在脚趾缝里吸吸水，如果脚底干燥开裂，可以涂点凡士林或乳液，但记住千万别涂在脚趾缝里，那里要保持绝对的干燥。各位朋友，我们今天讲了肚脐、耳后、腋下、属膝部还有脚趾缝这5个部位，看似都是不起眼的边角料，但它们恰恰是守护我们健康防线的卫兵。把肚脐洗干净是为了养脾胃，通先天之气；把耳后洗干净是为了冲耳目防眩晕去益胃；把腋下洗干净是为了宽胸理气帮助淋巴排毒；把属膝部洗干净是为了去湿热保行动力；把脚趾缝洗干净是为了固肾根防跌倒。这其实就是我们中医讲的养生，不是非要吃什么山珍海味，养生就是这种对自己身体细致入微的照顾。很多长辈怕给儿女添麻烦，怕生病，怕老了不中用。其实只要我们把这些日常的小事做好了，把身体的这些关卡守住了，我们的免疫力自然就强了，气血自然就顺了，精气神自然就足了。我希望从今天开始，大家在洗澡的时候能多花个3-5分钟，按照我说的方法认真的对待这5个部位，不要觉得麻烦，这是您对这副陪伴了您几十年的身体最起码的感谢和尊重。这不光是为了活得长，更是为了活得有品质、有尊严，让我们都能做一个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健健康康的长辈。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帮助，请把它分享给您的老伴或者身边的老朋友，我们大家一起把这些健康的小习惯建立起来。我是陈医师，我们下次再见，祝大家身体健康，平安喜乐。